昨夜沈安心情不好，辗转许久也未入眠。不用担心朕，倒是你呀，要好好休息。陛下起这般早，妾岂能贪睡？没事的，你可是要多睡会儿啊。哟，嘿，怎么你起得那么早啊？少商，这几日寿宴你辛苦了，几日没有归家，想必家中阿父阿母甚是挂念，赶紧去收拾收拾，便回家去吧。多谢皇后陛下。程少商，程少商，我要杀了你！你不能这般处理姐，我要杀了你！孽障，竟在长秋宫大喊大叫的，成何体统？小五，形容怎如此不堪啊！儿臣鲁莽，啊，儿臣也是心急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昨夜儿臣醉酒，留宿永乐宫龙园，想一早再出宫，谁知程少商居然……父皇母后，都怪程少商做出此等安方事。那些贵女是儿臣请进宫来，为母后贺寿献舞也算出力，如今却遇此羞辱，母后要为儿做主啊！做什么主？你如何证明是少商所为啊？我问过龙园里职业工人了，他们说程少商今日清晨天不亮就去过那儿。可有人看见少商去布置那些？即便没人看见，可除了他还有谁啊？只有他才会做出那些乱七八糟的机关。敢问五公主一句，我为何要走？为何要大费周章地干下这些事情？因为我们前人将你……行了，既无证据，就不要胡乱攀扯了，赶紧回去洗洗。快回去吧，你看看你。母后，你不为儿臣撑腰，反倒护着这程少商，儿臣才是你亲生女儿啊！叫什么叫？嫌弃皇后管束时，你远远的逃到了公主府逍遥快活，从未见你孝顺惜钱。现在需要皇后撑腰了，倒想起来自己才是皇后的亲生女儿了。阿恒，你怎么？陛下，此事发生在我龙园，妾不能坐视不理，所以便也来了。程少商在龙园布置机关，用少水将龙园弄得乌烟瘴气，岳飞可别放过他。这儿还轮不着你来教我怎么做事儿。这一番少水家拍打，还没让五公主清醒呀。你要是还晕着，我可以再赏你一通。岳飞，我虽不是你所出，但你也不用这般不讲道理。你针对我，不就是因为我不想嫁入你们岳家吗？小吴，你们岳氏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追随父皇，出兵有功吗？谁人没有？连我母后都没有你这般嚣张跋扈。闭嘴！别胡说八道。轩辕的功绩，还轮不到你来评论。父皇，你堵得住我的嘴，堵得住这天下的悠悠众口吗？
连我府上幕僚都知道，他们越是便是仗着自己过往功绩耀武扬威，还处处企图压我们长秋宫人一头。闭嘴！庶子！阿和妹妹，是余未曾教导好子女，愧对于你。母后，你别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。你越是让着他，他越是得寸进尺。一孤寂父皇委屈往肚子里吞，我可受不了这样的气。这些年，他们可还记得你才是皇后？你父皇整日与他月恒卿卿我我，哪儿还有我们长秋宫？对。皇后，对不起，五公主出言不逊，妹妹替你好好管教管教她。你敢打我？你在你母后寿宴上栽赃陷害陈少商，我不该打你吗？你胡说八道！谁有证据？我有。陛下，此人乃五公主带入宫中献舞的女娘，方才她已全部招认，这一切都是五公主所为。五公主知我父在静心湖行酒，便故意引诱五皇子前往，想要栽赃五父与五皇子私会，败坏他的名声。这一切，五皇子跟这女娘都可以作证。父皇、母后，就是他！昨日便是他与我传消息，诓骗我去静心湖的。你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对啊，你说是我指使的你，你可得小心说话。我说。父皇，她是御史中丞大人的女儿，是儿臣请进宫来为母后做寿的贵客，如今被诬陷，欺冤过去了。那人呢？把他抬回他父亲那儿，严加管教。父皇，明明是五妹妹威胁他，把人给吓晕的，这一切就是五妹妹指使的。行了，你这个孽种，竟敢这般攀咬我！你叫什么？你给我闭嘴！你在说什么？这可是你的五皇兄，你竟敢如此的羞辱你的手足，在你的眼里还有没有血脉亲情？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啊？父皇，我又没说你，我说的是他，还皇兄呢。他阿母不过是个下等宫女，趁着父皇酒醉才爬上的龙床。父皇因为这件事，殿内再也不准宫女私会，也没踏足过他们母子俩所在的脏地。父皇，儿臣是长秋宫嫡出公主，你怎能向着这些无糟人来定我的错呢？这帮下等之人口中哪儿来的实话？你够了！于少年时过得不甚如意，就想让子女过得畅快些，没想到敬纵的你不知天高地厚，你对手足无情，对岳飞无敬，对你父皇无尊，竟然还在余的寿宴上构陷他人。如今便是你父皇饶了你，余也绝不饶过你。来人！母后，儿臣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怎能？父皇，不能光说儿臣，我与这陈少商无冤无仇，岳飞、龙渊何其清雅。我与那些世家女娘在龙渊好端端的被泼了一地潲水不说，还被金条抽打，最后还淋了一头艾草灰，那能不该治罪吗？哎呦，什么无冤无仇啊！前日你和那几个女娘把陈少商推下水，你以为人不知鬼不觉的？殊不知这皇宫里的事儿，没有什么事儿是你五个个宝不知道的。陈少商，看来你还瞒了不少事儿啊。陛下，皇后，少商有错，
那些的确是少商清晨去布下的。怎么样？他承认了，就是他。少商愿意理罚。五公主明知我不识水性，还将我推下水中，用石头砸我，使我不能上岸。所以，礼尚往来罢了。你既是有仇必报，为何要等到今日？回禀岳飞，皇后的寿宴乃是大事，我怎能为了自己的私事而不顾皇家体面？待皇后寿宴结束之后，再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。五公主，我用少水泼你，那是因为你让我喝了一肚子湖水；我用金条抽你，是因你栽赃陷害于我，坏了皇后寿宴。就算是你负荆请罪，最后脑子里的灰倒干净了吗？方才看，定是没有。程少商，那日放蛇我就该放毒蛇咬死你，免得留了你一条贱命，如今来羞辱我。你还敢放蛇？五公主，你放蛇咬我心腹，如此狠毒，待你出宫之时，我定有大礼送上。你少吓唬我！我身为公主，你能奈我何？父皇、母后，程少商不过是武将女儿，弄死便弄死了。我身为公主，杀个人，不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吗？他们的命如何算是命？父皇、母后，你们为何向着外人，不向着自己儿女啊？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还配为人子女吗？你还配叫深爱一声母后吗？你如此这般的对待陈少商，他尚且还知道忍耐，一切待寿宴之后才与你来算账。可是你呢，居然在你母后的寿宴上行此栽赃陷害、恶毒之事，不忠不孝至极呀！滚出去！滚出长秋宫！滚回你的公主府去！你还想半点母女之情，就给我滚！来人，将五公主押入皇陵，让她对着列祖列宗的面思过半日，再回你的公主府。从此以后，没有朕的圣旨，你休得跨出公主府半步。父皇，儿臣没有错，儿臣是被冤枉的。父皇，母后，滚出去！父皇，程少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皇后，程少商，你给我等着！快，扶进去！滚出去！沈爱，慢着，洛娘子。五公主自有帝后处罚，那春条呢？一进来便高呼陈少商和五皇子私会，这般挑唆，该如何处罚？回禀岳飞，不曾想春条竟做出这等事，此等心藏诡计的奴婢，我是万不敢留。明日就命父兄将他发卖，西北还是南疆，都可。真没看出来，洛娘子竟这般果断，我真是小瞧你了。看来这长秋宫的戏是越来越好看。我呀，等着你们慢慢演。你就是那程家娘子吧？哼，生的容貌倒是好，就是靠这姿色诱惑子胜的吧？哎呀，你这小女娘，进长秋宫才几日，却把皇后这一套拒人门外的做派学得好好的。少商，
此处的摆设可真是冷清简陋，看来姨母待你也不过如此。我幼时住在宫里，用的可是清一色的描金漆器，铺的是娇绡锦缎，点的香是凤栖骨，饮的是……哼，这杯子是子胜特意派人送来的，不烫手吧？细陶所制，当然比漆器更好，自然不会烫手。哼，啊，还有这个坐垫，也是子胜送来的。他怕我整日跪着学习，双膝受损，特意送了个更软和的过来。这跟家中的还是一模一样呢，用着也是习惯。楚少商，少一口一个子胜叫，你不过就是找了个好郎婿，用得着得意成这般？自然是要得意的。我若不得意，你允家阿母怎会如此气得牙痒痒？你不要脸！王娘子，说了你可能会不信，但其实我是喜欢你的。哼，你暂时好也晚了，因为你蠢。我喜欢，是因为你够蠢，你一开口就能让人抓着把柄。自我头一次在自家见你，我就觉得你应该学会一件事情，就是闭嘴。身上向来厉行节俭，皇后的寝宫我又不是不曾见过，何来你口中的描金漆器、娇敲锦缎？你睁眼睛说什么大瞎话？你真不怕身上治你一个生活糜费之罪？那些原本就是旧王宫里的陈设，不曾用到国帑。说半天不是你的呀，我懒得跟你废话，赶紧出去。谁说不是我的？你可知我乾安王族生活用度本应比这皇宫要更加富足。我外大父乃文氏先祖，前朝重臣，自祖辈起就富甲天下，屯兵过万。皇上本与岳飞青梅竹马，是为了与我外大父联合，才娶了寄养在他家中的皇后。只可惜，自从孤城一战，我外大父过世，我家族才一落千丈，才成了如今这般过气的王族。你倒是护着这个陈家娘子，我一来你就让她避开，怎么？是怕我为了灵儿的事收拾她？也不知道你看中这个陈家娘子哪里？不学无术，粗鄙不堪。哎呀，有些女人也真是悲哀呀！夫君无爱，儿子无能，儿媳无良，生个女娘还处处无德，只能把自己这一腔的慈爱用在个外人身上。妹妹是心中有怨气，所以特意跑来羞辱于吗？我可没有怨气，也并非为了王家人来寻你的麻烦。我今日是为了我阿弟小乾安王而来。我幼弟前日留书给我，说是寿春生活清苦，想在蜀地铸些钱花。我们乾安王一脉为了圣上当年的基业，死的就只剩下这么一根独苗了。这些个小事，我想皇后也不会不答应的啊。朝堂之事，余向来是不过问的。妹妹找错人了。什么不过问？你可记得当年我们乾王一族对你的恩典吗？你阿父死了，是我家收养的你。妹妹慎言。什么慎言？你才慎言呢！我以前不跟你计较，你还真以为身为一国之母就这么厉害吗？薛神安，你以为自己如今成了皇后，便可以对我不屑一顾吗？昭，发生何事？皇后与文修君有些争执，皇后吩咐关闭殿门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外面的人个个称赞你温良恭俭，我呸！我就该让他们都来看看你如今这副忘恩负义的嘴脸。当年你们母女姐弟依附在我家生活，我待你不薄啊，好吃的好穿的我都分你一半。
我阿父还把你当做亲生女儿一样看待，连选郎婿都给你挑最好的，位至帝王，这你都忘了吗？舅父待我们的深恩厚德，于永世不敢忘。可是我阿父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家将不娶，死的死，散的散。他生前势力如山崩塌，我也只剩下一个幼弟，还被圣上立做个活招牌。现在活着就只比死人多一口气，为的就是不让世人说圣上是个寡言恩情之人。娘子，还有你，你也是个忘恩负义之人。皇后，阿嬷，阿嬷，少商，你的手受伤了，快让孙医官过来看看，别装模作样了。皇后要请医官是吧？好啊，不妨打开殿门，喊给所有的人听听，让宫闱人人看看这一宫之主到底藏匿着多少肮脏事。你是真不知道皇后为什么要紧闭殿门，不让所有人进来吗？少商，你以为皇后是怕你？她是护着你，任你刚才说的那些风言风语有半句流露出去，你与你的子女能得善终吗？区区一死，难道我文修君会怕吗？你不怕死，你来什么长秋宫？你只管去找圣上，去理论，去寻死，何必来为难我家皇后？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女娘，果然是那数字众议的货色。你们的心倒往一处使，我并不怕死，圣上也不会让我死。我只是想来看看，咱们尊贵的皇后是否忘记了无父的恩情？施恩不图回报，连我这种粗鄙小人都明白的道理，文修君竟然不知。也不知道当初乾安老王爷救助妹妹一家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日后要回报？这乾安老王爷也真是的，为何不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圣上？哦，也对，当时也无法预料谁会君临天下，自然不能将亲生女儿嫁给圣上。你居然敢嘲讽于我！少商不得无礼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外大夫与圣上是同宗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与圣上是同个大夫的堂兄妹，你自然是不能成婚。不是乾安老王爷偏爱皇后，而是因为你嫁不了圣上，才将皇后嫁给圣上。此事皇后一点都没欠你。雪晨，你就这么看着他，如此的嘲讽我？不要再次为难我家皇后。话是我说的，若你觉得我说了实话冒犯得了你，那实为大错。我这个人粗鄙不堪，整个都城都是知道的。文修君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与我这种小人一般见识。陈少商，你以为你是何人？就连你的夫君，他也不过是个被休妻的疯癫之妇所生。哼，虽然自幼在宫中教养，他还当他自己是真皇子啊。子胜的功绩荣耀，那是在战场上凭真刀真枪自己得来的，并非是圣上的偏爱。总比某些人好，抱着老乾安王的功绩不放，在长秋宫里撒野。大胆！你不过是个才进宫聆训几日的小女娘，宫中的规矩一知半解，还竟敢来指教我。今日我就让你领教领教宫中规矩守条，何为天家尊贵，何为庶民卑贱？住手！薛神安，我阿弟要铸币权你不给，我要教训这个蠢婢你也拦着。我早就知道你只是个忘恩负义、手无抽屉之人。哎，你够了！陛下，请恕妾未曾远迎之罪，不必多礼。你有没有事？适才听闻文秋君口口声声地提醒皇后，莫要忘了乾安老王爷的恩情，可有此事啊？怎么，宣家姑父早亡，我阿父抚恤寡居的姑母，养育其儿女，莫非这些恩德我连说都不能吗？姻亲之间，恩情要如何才能算亲？早在最初，
文修君祖父曾历大难，在那时候，全赖宣氏全族鼎力相助，才得以迈过生死难关。此后，乾安老王爷在战乱中护助宣氏，此恩也是报恩。这一来二往，难道文修君要一提再提吗？陛下，我阿父当年为救孤城捐躯，妾有兄弟姐妹几十人，四处离散，只剩下最后一个幼弟。今日我是来求皇后照拂一二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如果你有事要走，为何不曾让车骑大将军在朝堂之上提奏啊？哼，你选在长秋宫为难皇后，你就是知道皇后会一再的容忍宽宥你。今日你对皇后不敬，言行逾矩，不失礼数，该当何罪啊？陛下，妾身体不适，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不行，治不了，让他说。朕看文修君啊，今天是意犹未尽啊。文修君可选，是留在此处听候圣上处罚，还是随在下听命出宫？帝后当真没白养你，没见过如你这般有眼色的走狗。还有你那心腹也好得很，处处维护皇后，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。我夫妇二人自然不如文修君，儿女身家的性命，在文修君此处，皆不如小乾安王过得安稳重要。老王爷才当真是没白养你。如你这般不懂父母恩情之人，一向冷心冷情，自然无法理解我的作为。当年若非圣上下令我父驰援孤城，他怎会大节未至便身死？文修君可知，当年老乾安王为何未捷身死？自然知晓。当年小月侯先我父一步，安排人去查探瘴气之事。查探瘴气之人丧生之后，小月侯便告知我父。可惜我阿父还是想救孤城，冒着风险带着一队人进了瘴气里，最后失去了性命。这都是为了救你舅父，我阿父才孤独惨死在荒南。若阿父还在，这天下鹿死谁手，还未尝可知呢。文修君，此事怕是另有隐情。我劝你悬崖勒马，莫被人挑唆了去。你此话何意？小月侯与宣氏向来不和，他所言未必属实，你又何必深信不疑？还有，这些年来圣上对小乾安王已经仁至义尽，他手握铜矿，定然衣食无忧。我劝你好自为之，莫要偏听偏信。程少商何在？我在。程氏，还不速速跪下认罪！我有何罪？
你无才无德，不忠不孝，难道不是罪吗？汝阳王妃，今日突然前来，未曾远迎，还望恕罪。不若我请王妃去上座用宴。我没有收着你们请帖，何来颜面赴宴？若非带了王府侍卫，怕是都进不来你们曲陵侯府的大门吧？上座，老身更是担不起了。是我府上疏忽了。汝阳王妃地位高贵，吾有请帖，也可以畅通无阻啊。哼，说的真好听。你们这些后生，忘却长辈恩典，不请我便也罢了，竟连未来军姑都不厌弃，是否太不知礼数了？曲陵侯夫人，老身今日就替你管教管教这不知礼的小女娘。来人，把她拿下。是。朕吃疯了，这是不给我们程家面子。哎呀，夫人。汝阳王妃，你虽位高人贵，但我家将军也并非布衣百姓。今日在座的可都是朝堂同僚家眷，汝阳王妃擅自责罚小女，是否有些欺人太甚？圣上在老身面前也要尊称声叔母，你不过是一个区区武将之妻，替你管教是给足你脸面，谈不上欺辱。来人，给我掌着程少商嘴巴！是。谁敢？嘿，起！老王妃，他们连汝阳王府的人都敢打，这明明就是在打老王妃的脸。这程家个个粗鄙不懂礼，如此武将之下，怎么配得上11郎？少商虽是粗鄙，但也知晓廉耻，不似某些人爬上自己外兄的床，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也做得出来。你当着长辈的面，你竟敢如此污蔑未来军姑！我方才并未指名道姓，老王妃不必如此着急对号入座。再说，前2日我才去看望了我的未来军姑，她如今正在杏花别院养病。今日来的军姑是哪位啊？放肆！我说的是程阳侯夫人。哦，就是爬上自己外兄床的那位程阳侯夫人。你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今日我要好好教训你，我看谁敢拦！叔母，若愚要拦着呢？皇后勿恙！皇后勿恙！免礼。今日余为子胜和少商定亲之事而来，当我是寻常长辈即可，不必拘束。陈伯夫人，府上可还有其他亲近之地？余想借一步说话，免得扰了府上其他贵客们的雅兴。有，请皇后移步。叔母，陈阳侯夫人，咱们一同吧。是。少商，你也一起。是。这11郎啊，本来有一门极好的亲事，乃陛下亲从侄女汝阳王妃的亲孙女玉昌郡主，谁知他竟然不肯答应。
结果惹怒了老王妃啊。现如今选了程家的女娘，不仅不通学识，还喜欢打架斗狠。果真娶了这小女娘，怕是列祖列宗都要跟着掩面羞愧了呀。我本以为朝中大臣都是正气凛然之人，却没想到也和市井妇人般爱嚼舌根，吃着程氏宴席，嘲讽程氏女儿。我看诸位列祖列宗才真要跟着你颜面羞愧了。哼！如何？别急，再等等。叔母，少商在余身边数月，素来温良恭俭，人善豁达，从未有何不妥之处。叔母今日一来，便气势汹汹，更想技压少商，行事未免过了。我不过是管教晚辈，懂得何为孝道罢了。程家欺人太甚，在女娘家设定亲宴也就罢了，连姑舅程阳侯府都不曾派请帖，简直不孝。今日程阳侯身体有恙，不能前来，命夫人代为操持，竟连亲家门也登不得了。程家第一次嫁女，难免有所疏漏。况且在曲陵侯府设宴一事，子慎也请示过圣上意下，若老王妃不信，不若命人去询问圣上，如何？责罚晚辈，此等区区小事，难道还要麻烦圣上吗？皇后，你也太没主见了。皇后自有主意，王妃随口批评皇后，也未免太过放肆了吧？你才放肆！我们说话也轮得到你插嘴。叩见陛下。皇后就是不如岳飞严厉，此等奴婢就该狠狠掌嘴，保管下次不敢再顶嘴。老叔母真是惦记妾呀，三句话不离妾。啊，叔母，陛下，这程少商满口胡言乱语，有辱皇家体面，你不可再纵容他了。方才老王妃还说，
区区小事不必劳烦圣上，如今倒是也麻烦上了。反了，反了！这小女娘分明不将皇家威严放在眼里，这简直要造反！我看是老王妃要造反吧？陛下面前你也要指手画脚吗？我何曾指手画脚？恳求长辈疼爱，不是小辈应有之责吗？这说话真是不嫌口气大呀！难道少商是因为被你疼爱了，子慎才去求亲的吗？你们家玉昌你倒是疼爱了，嫁成了吗？你少拿玉昌说话，玉昌就是让你们逼出家的。你是死人呀！他们编排孙女，你怎么不知事啊你？你就闭嘴吧，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。若不是你整日鼓动玉昌，老夫早给他择一个郎婿在家，何必去宽里吃苦？我家玉昌比这程家女娘强100倍。我问你，前几日你羞辱城阳侯夫人之事怎么算？子慎心腹，你起来回话。多谢岳飞。回禀陛下，臣女不曾羞辱程阳侯夫人，只是实话实说。老身敢起誓。老王妃起誓有什么用？你可在场？是有听见还是有看见？仅凭程阳侯夫人一面之词，说不定你也是被蒙骗的。妾身敢以性命发誓。陛下，若臣女也敢用性命发誓，说程阳侯夫人有谋害林将军之心，老王妃是否也会秉持正义，狠狠地责罚她？你起什么誓？你素来行事不端，还是程阳侯夫人起誓更真些？老王妃，此言差矣。我可是老老实实听长辈吩咐定亲的，与程阳侯夫人这等自己张罗婚事的人可比不得。她吃霍家的，用霍家的，寄居霍夫人身旁多年，扭头趁人不注意就顶替了霍夫人的位置，所以程女起的是可信，她起的是不可信。妾虽出身低贱，可也由不得程少商这般诋毁侮辱。陛下若不发话，妾身只有一死了之。夫人壮烈不甘受辱，令小女子赞叹佩服。程阳侯夫人，若10几年前你也有如此壮烈之举，霍夫人也就不会愤而绝婚了。今日的许多事情，恐怕就不一样了。子慎，你这心腹可真是个机灵鬼，这话都说到我心坎上了。岳飞说的是。岳飞，霍君华是什么人？当初你恨他什么似的？你现在又帮他说这样的话，你分明是有意和老身过不去。我跟霍君华的恩怨是一回事，可他从未对不起林家，对林毅更是情深义重，从头到脚的帮扶。可林毅呢，妻儿生死不知，未满1年，便跟着淳于氏不清不楚。他对得起霍家吗？当初他们母子流离失所，霍君华把皮球裹在了子慎身上，省下的口粮也给子慎吃，那时林毅身在何处？他正在张罗着迎娶继妻呢。待霍君华寻回来时，已瘦得就剩下皮包骨头了，连我都差点认不出他。是，他是品行不堪，但是他也不是世位好母亲，他从未对不起子慎，那子慎更不能对不起他，去讨好淳于氏，就是陛下发话也不行。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了，今后淳于氏
非诏不得入宫。我看见这种人，就觉得心酸恶心。陛下，纯是行事再不端，也是老身的救命恩人。今日你们羞辱他，就是羞辱我。若不给老身一个说法，我今日我就……啊，要去死啊！哈，那太好了，那可太好了啊！不要到外面叫屈喊冤。刚好今日满朝文武家眷都在，老身就让他们都看看，陛下是如何对待庇护他们兄妹几个长大的叔母，看看这些好名声保不保得住。哎呦，陛下，陛下，你看，就是这么一个疯妇，一有不如意啊，就要死要活的撒泼。当初我说休妻，你跟我说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还给我出什么馊主意，说是分居不休妻，让我到城外做什么修士？你说说我啊，连《道德经》我都读不清楚，我做什么苦修吧？好，我不休妻，我绝婚行不行？我要结婚啊！我为你生儿育女，哎呀，操持家务，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。你们居然敢这样待我！你，哎呀，简直是不可理喻！哎呦，陛下，哎，老夫实在受不了了，实在是受不住他了。使不得，叔父，快请起，快请起。令妃呀，朕有意要为难你。眼下兴盛儒学呀，此时你若开口绝婚、休妻、糟糠之妻，那些儒生还不定怎么议论呢。哎呀，叔父最爱热闹，修行干什么？照我看呀，应该让老叔母去三才观修心养性才是。啊，岳飞说的倒也是两全之法。你们哎，如养老王妃年迈昏聩，是有疯癫之举，致使军前失仪呀。那就送去三才观，好好的休养吧。陛下，子胜啊，多调遣一些人手，好好的照看他，不要再让外人去打扰了。是。陛下，来人，好生照顾老王妃。是。你们都欺负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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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欺负我。长阳侯听说身体有恙啊，那长阳侯夫人也去好好的照料他吧。从此以后也不必再踏出府门了。今天是子胜大喜的日子，也是本王大喜的日子。哎，前几天收了几坛好酒，甘香醇烈，喝他一碗。走，喝酒去。哎呀，行。